见。谢谢，欢迎来到超能金星时间。哎呀，2016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哈。这位嘉宾呢，是我请了快1年了。可不呗。他也答应我快1年了。可不呗。忙啊。可不呗。小南梳理一下。2016年呢，我这个金星时间啊，就像搞集邮一样啊哈。把他们家那几口人快整齐了。太齐了。对吧？他的姐姐刘敏涛来过了。他的小弟胡歌来过了。来了。他的大哥下个月也要来了。哦。刘涛。对。也来了。还有那个刘奕君也来了。刘俊也来了。也来了。他这个人嘛，很多人有这种评价，都把他称为小鲜肉。其实啊，他在走红之前，已经演艺圈里有10年的经验了，对吧？而且这个人啊，声音特别好听。哇，我是说实话，就不看他那张脸，光听声音，都感觉这人肯定，我天，长得跟小南似的，特帅，你知道，性感。小南啊，不要破坏我们的想象啊！来，我想请我们这位嘉宾先亮个嗓子，来，有请。我是刑警，只看证据，不听故事。不吊大家胃口了，有请王凯。你好。哎呀！王凯，他是《琅琊榜》中隐忍霸气的靖王，他是《伪装者》中八面玲珑的阿成，他还是《欢乐颂》中那个率真幽默的赵医生。出道10年，在2015年大红大紫，从丑女无敌起步的王凯，终于苦尽甘来，完成了他的人生逆袭。现在他是新晋人气王，更是极富演技的实力派偶像男演员。有请王凯。你好。哎呀！千呼万唤的来了！来！哎呀！放开那个男人！我愿意，我还这么拉，我还告诉你哈，我还十指相扣。哎呦我的妈！现在的迷妹们真受不了，来，坐。啊？他不让你坐，为什么？姐，这个沙发你不知道吗？坐这个沙发结婚，坐那个沙发生孩子。我告诉你，坐中间硌得慌。实话。来，坐这，没事。离金姐近点就好。对。哎，咱们这个沙发确实名声在外啊，坐了有结了婚的，对，完也有闹绯闻的，对，也有离婚的，对，也有恋情公布的，对，都有。我真的坐的有点不自在，我现在坐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摆了这个手。大浪的，太闹了。咱凯特，聊开之前，咱先活动一下啊，10问10答。给自己的颜值打多少分？百分制？你们打吧。姑娘们，节操啊！这帮我的影迷朋友特别可爱都。是吧？太逗了啊！好了，你的迷妹们说对你的外貌评价是：路眼，接受；手美，接受；大长腿，接受哈。对呀。好，手美还有一个，我还要试验一下，说他的手指特别长啊，能够的 iPhone 的。一般人你看我们这样吧，我们的手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到这儿就完事儿了吧？你看咱的手指头哈，但是他的手指头能过到这个键的，那是吹呀。键的，来试一下，我看看，真的吗？我还不相信 ，iPhone 吗？是这么拿的，当时是。啊，是那边啊，是那边。是那边是2个按键的。啊，对，2个按键。妈呀！这里。好了，表演上。话少，我觉得这个得根据角色来。对，这个不是你们评价的。面瘫，也是根据角色来。的。只是目前演的这个，类似于所谓的面瘫的那个形象可能比较多，其实也不是面瘫了。对，就是你的角色需要，表达方式，表情酷，这个是迷们都说的哈，对吧？眉目犀利，刻骨刀，啥意思啊？眉目细，眼神很细，这个我能承认。刻骨刀啥意思啊？就尖酸刻薄就。小南女士有多不欢迎我来？
演过的角色当中，哪个角色最像你？靖王、赵医生、阿成、季白。还是赵医生吧。哦，真的啊？其实我生活中还是蛮活泼的一个人的。是吧？对，像其他的这3个角色都比较有一点，酷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酷的感觉。其实我平时生活中的我其实酷劲儿挺少的，还是挺随和的，也比较耍得开那种。那个呢？丑女无敌里边那个呢？那个是最不像我的一个，最不像你的一个，那个是纯演技了。也不是演技吧，反正就是豁出去演了，就是。对呀，那个就跟你演那个话剧 Leslie 差不多。说什么呢？对。其实这种角色很难演的。当然了。就是能演的不让观众讨厌，其实挺难的。后来听说很多角色找你就给推掉了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《丑女无敌》2年演了16个月，就每天是卯足了劲儿去演这个角色。演完之后，其实人真的挺累的，因为你是在去够那个角色，他跟你不是很近嘛。明白。然后那种角色吧，又是需要你拥有十足和饱满的热情去演。对。我演了2年了，我想应该可以打住了，我应该再去尝试其他的类型。好了，你的女神是谁？我的女神是金姐。回答正确，因为这个回答是不得罪人的。你最想和你的女神做什么？和女神干什么都是美好的。对，好。小南，我记住你了。可坏了，好呀，你们好好聊。好了，他们还管你叫小鲜肉是吧？有吧？谁说老腊肉的？他说的。哎，我不问他这句话，我问你，小三男啊。你认为小鲜肉这个词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？我感觉可能是对肉体的一种称赞吧。对，就是年轻态嘛，年轻态。对啊。但我鲜嫩。你要说要小鲜肉的话，我脑子不会跳出他的形象来的。你会跳出我的形象吗？其实按道理说，小鲜肉这个词儿应该是个贬义词。对了。不过在我这还是贬义词。如果说小鲜肉的话，我说孩子12岁以前小鲜肉的话，我都接受。哎，这孩子长得太可爱了，太新鲜了。迷妹们在微博上帮谁小鲜肉骂回去啊！我们家凯不是小鲜肉。谢谢。真的。无聊。好了，落魄的时候，你向别人借过钱吗？借过那么1次。是吧？那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借的。是哥们儿还是同学？哥们儿。那一次也是没办法，必须得张口。不光是自己都快没钱吃饭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要交的费用都没有。啥时候？刚毕业。对，刚毕业那会儿还要租房子啊。对。对啊，那会儿还买了房子嘛，还有交房贷呀，所以就是没有钱，就必须得管人家张嘴了。你没出去唱歌啊？你声音那么好。那会儿唱歌也没人听啊。姐姐还了解说听说你爱喝酒，喝完酒喝高了吧还能飙英语。真的假的呀 ？True. Really? True. True. 是对的吗 ？True. 真的吗？是对的。对的。也是看对象，我不可能喝多了就是一帮那个中国人过来跟他说英文，我也不可能。对。也是因为喝多了，然后来了一帮外国人，然后可能我也不知道，就噼里啪啦说了。下次有机会哈，我把他带到我们家去哈。姐夫，我们家全是外国人嘛，我们就喝酒聊天，然后给你们搞个直播。谈及王凯的出道，他也可谓是励志男神的代表之一。高中毕业便进入书店工作，心中却一直有个想要成为演员的梦想。几经辗转考入中戏，却在毕业之时感受到了失业的压力。2008年，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接拍了《丑女无敌》，剧中由他扮演的陈家明一角，可谓在当年深入人心。不过还好有你，来拯救我的演技。但这一切并没有给那时候的王凯真正打开戏路，直至2012年的知青，2013年的北平无战事，才真正帮助王凯找回了做演员的自信。原来高中上完了以后你就工作了是吧？对，高中毕业之后我没有参加应届的高考，我去工作去了，应该是99年左右的时候，只是因为换了一个老总，他为了那个造福
内部的员工，说可以有顶职这么一说，所以好多那个妈妈同事的一些孩子啊，什么读大学的，准备读大学的都不读了，赶紧找工作，全部过来，因为他们说，也许你读了大学之后找的工作还不如这个好。是的，是的，对。然后当时可能我也是觉得。我想考大学，也不是我理想中的想学的那个东西，就没有特别大的热情。那个时候有做演员的那种想法，已经有了。有 OK， 对，就觉得我现在要考的只是为了考而考，对对对，就觉得我没有兴趣。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客观原因，所以就那时候什么？新华书店，很浪漫哦，很像那种电视剧里边的哈，一个帅哥在新华书店里驾书呢，完一个萌萌的妹妹来了。姐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那都是穿着背心搬书，那也挺好看的。这工作做了多长时间？1年。然后是什么一个契机，觉得还是考学院吧？因为这1年当中呢，我除了上班之外，我呢就会去报一些什么模特班呀，或者什么一些培训班呀，就去学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也会参加一些什么当地的这些选秀活动。就是老想往这方面沾边，然后呢，有一次机会呢，就来北京拍一个广告，对，拍一个广告，然后那个导演呢就以为我是中戏或者北电的学生，就问我了一句，我说不是，我说我只是一个某新华书店的一个职员，对。然后当时那个导演就说，哎，我觉得你条件不错，他说你应该去考试试，就一句导演这个话，我就。从北京回了武汉之后，1个星期的时间，欺上瞒下把工作给辞了，然后又一个人到了北京开始。那会儿到北京，我也不知道学校在哪儿，开始在朋友家里打地铺睡觉，然后打114查啊，北电学院中戏在中央戏剧学院在哪儿，然后反正中间经历了好多，最后去了上戏读了培训班、进修班1年制的，对。1年制嘛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放寒假，所以等于说我就学了1个学期。那么放寒假之后呢，北电、中戏、上戏开始全国招生那个考试了嘛。然后我又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开始考，因为那会儿我读了这一个学期，我就大概了解了，我学了一些东西，应该怎么考什么，在哪我都知道了。当时你心目当中也认定了我要考中戏。对，就是一个信念。中戏。我要学表演，我要考中戏。就这样来了北京，很顺利就都考上了。有人说你是一夜爆红，是一夜爆红吗？你觉得？看表象可能是一夜爆红，其实我觉得，突然一下能够让这么多的观众去认可你、喜欢你，其实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的。所以我觉得之前的这10年，无论大小角色，我都是很认真的对待。而且我深知一点，就是在我的机会和运气还没有到的时候，我会在这段时间当中，我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磨练自己的一个过程，等机会真的有一天到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牢牢地抓住机会，敢于对导演说我可以，对，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过程，我才可能到了《琅琊榜》也好，《伪装者》也好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。我不知道这是坊间传说也好，说你们排《伪装者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胡歌已经火了，完了在片场上很多粉丝啊，哦，胡歌跑那边去了，完他和靳东在旁边拿个凳在那坐着看。《琅琊榜》《伪装者》都有，那种心里是不是的？着什么急呀？真没有，那个时候我们都看着老胡在那，觉得有点不知所措，或者有点尴尬。我们说老胡来，过来，来这边坐，来这边坐。好辛苦。对。那有一次在机场上被围追堵截，怎么回事？自己跑到李承前躲了半天，咋回事那是？因为那是第一次见那么大的一个场面，然后心里没有准备，就突然一下，就有点不知所措。而且我是一个人，就是我身边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人。对，我说怎么办？当下第一反应就是我只能去厕所，才能有我自己一个单独的空间。吓得想上厕所。这是我当下的一个第一反应。好在当时都是女粉丝，要有个男粉丝扑进去，你也没办法。没事，里面还可以拴门。对，那女孩都疯了一样的哈。因为没有经验嘛。是什么时候？是哪部片子以后一下子？应该是在播《琅琊榜》的时候吧。播《琅琊榜》伪装者播完了。就播完了哈，就一下子火起来了。目前角色有没有固化的感觉？伪光正啊，对，很帅啊，很酷啊，对，很那个，所以我想演一点鲜活一点的形象，再更接地气。我想演一个民工，我想演一个那种
身上脏兮兮的，然后每天在那种漫天的灰尘里那种工作，然后可能吃饭都是蹲在地上吃，都没有个桌子。对，这个形象可以有。我觉得应该有一部戏，应该有一个这么一个形象去表达一下他们想表达的东西，而且像这样的角色，我觉得更接地气。这么多演员合作当中，你跟谁对戏的时候比较具有挑战性，觉得过瘾？北平无战事的时候，那么多演员，演员都很棒，前辈，对，跟宝国老师，宝国老师气场太强大，然后我拿枪指着他那场戏，是我的第一场戏，对你这样戏的，跟宝国老师拿枪指着他，因为之前也没有怎么走戏，其实像一般的人就，你被人指着枪，你应该不敢动才对，宝国老师就直接走过去倒茶叶，一连串的动作，我在想。在哪块？我也不能开枪啊，但是我也没词儿了，导演也不喊停，那我只能比着他。别动，枪上了膛。但是你就觉得你会很佩服这些演员那个着过戏呀，对，那个真的着点呐，哎呀，对。然后还有程昱老师，就是演那个马汉山那个，是。我经常有的时候在同一场戏当中，虽然我也许没有什么词，我在旁边，但是我应该是在演戏的，但是我演着我走神了，我在看戏，我在看戏，就是程昱老师浑身都是戏，有的时候你真的把你带进去了，是的，太有魅力了。对，这点是。你跟你的粉丝关系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。朋友关系。对。他们骚扰你不？不骚扰。哎，在他微博什么微信有骂他的没有啊？也有。有吗？有吗？也有骂我的。真的？但是骂你啥呀？当一个人想骂你的时候，不需要理由。也说你戏不好，演技烂，啊，说你长得丑，啊，还有什么对？那什么眼神啊？说你长得丑的？我全部欣然接受，因为每个人审美不一样。姐，这事儿我认为你最有回答的权利。我天天被骂。对呀。我是招黑体，我都知道的。姐，我听到过一句话，当有人在骂你的时候，一定是他觉得他超不过你，他赶不上你，他真的是嫉妒你，他才骂你。我感觉好多了。我觉得这个话其实适用于任何人。对，是的，就是这么道理。其实我每天看微博嘛，我这是亲自回微博的，我真有时候骂回去啊。如今正值事业上升期的王凯，近期不但有电视剧《如果蜗牛有爱情》正在东方卫视热播，还有与成龙大哥合作的电影《铁道飞虎》也即将上映。面对高负荷的工作，年过30的王凯对未来的感情生活会有怎样的打算？娱乐圈中与他合作过的女星中，哪位会是他欣赏的类型呢？好了，姐问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，我管你们愿意听不愿意听，我还要问的。初恋什么时候？初恋。第一次拉女孩的手什么时候？一个个来。14岁。14岁。中学哈。初2吧。初2的时候。啊。那会儿拉个小手都脸红呢。那肯定的。对，就是，太天真无邪了那会儿。团结。这几个女孩子当中啊。baby， 跟你合作过吧？没有，没合作过。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啊？好像，应该很多人都会喜欢吧。很像的哈。对啊。大眼睛。皮肤感觉好了，小明结婚了，好。好，过去了。这个是谁？这是王鸥。哦，王鸥。哦，这2天挺热闹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也是《琅琊榜》《伪装者》2部戏合作下来了，我们都彼此。很漂亮女孩，很漂亮女孩。我觉得她在那个《伪装者》扮相更好看，《琅琊榜》也挺好看，但《伪装者》我更喜欢《伪装者》那个样子。可能更符合她的气质。对，更符合她气质，特别精致，长得精致。对这个丫头表演怎么样？很好，是吧？王鸥对，她是一个很认真、很努力的一个演员，她很用心。我们私下关系也很好嘛。是吧？好，这个。
啊，乔恩。说跟你还传过绯闻的。哎呀，没有的事了。我知道是吧？粉丝们就这种乱配对在那儿哈，乱 CP 在那儿。也跟影迷朋友也没关系。是吗？不知道谁写的这新闻。谁写的？因为乔恩也跟我聊过在这儿，乔恩上过我的节目聊过以后，我是对人还比较能了解吧，但是了解这个是能成为好朋友的，但他俩真不是一路人。对，有的时候比我还爽快。能喝酒，可能喝酒呢。来了给我带个金门高粱酒来了，这样，姐，帮，我说给你也带金门高粱酒，给你也带金门高粱酒。他知道我不喝白酒。真的，你不喝白酒啊？我不喝白酒。你只喝洋酒是吗？我除了白酒、黄酒不喝以外，都喝。啤酒。威士忌，红酒，你装吧，还有威士忌。我真的喝威士忌，真的啊！因为喝威士忌就是不像红酒，你开了盖必须得一瓶喝完。对呀，威士忌可以玩饭嘛。对。有的时候一瓶开了就觉得，对，喝一晚上撩妹多好啊，对吧？红酒叫干下去了。对。啊，威士忌，好的，威士忌，还不喝白酒，我只喝白酒的。我和乔恩都只喝白酒的，是吧？而且我只喝50度以上的，所以他拿金门高粱酒来，对吧？好，这个，左儿，还正在刚跟他拍个戏是吧？现在正在播嘛？正在播。如果蜗牛有爱情，蜗牛会有爱情吗？多慢的爬的。有啊，有爱情，因为它有房子。他那是房车，对，那是房车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。这丫头古灵精怪的哈。我老觉得他是个戏疯子，他有的时候为了，别看他个子小，他其实能量挺大的。是。有时候为了戏很拼很豁得出去的。是那样的，能看出来那个演戏那个状态，能看出来的。小的，对，小能量大。对，这样的。啊，34岁了。别人老说我金姐你在节目老催人结婚干嘛？想想我不是去催婚啊，但父母跟你聊过这些事情吗？聊过，是这样的。有一次呢，我拍戏，因为是春节，因为要跨年，所以呢我就把父母接到剧组来了，然后他们就跟我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，每天跟我那个早出晚归看我拍戏，然后包括从上海一直到巴黎，然后从巴黎又回国，大概跟我这前后待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。走的时候，我妈就抱着我哭了，跟我发了很长一段微信，说儿子，她说，妈以前老是听你说多忙多累，但是其实自己没有体会，这次跟你在一起待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她说我是真的体会到你有多辛苦，你有多累了，她说，爸爸妈妈理解你，啊，你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快乐，其他的爸妈都不图什么。以前爸妈老会催你什么早点结婚，爸妈想早点抱孙子。对。他说，虽然爸妈现在还是这么想，但是爸妈也不会再去催你这个事情了，因为你确实没有时间，你也确实很累，所以不要强迫自己，父母也不会去逼你，开心快乐，缘分的事情，水到渠成。所以我看完之后，当时特别感动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我反过来想，我觉得我也挺愧对我父母的。你看，我从我20岁就离开武汉，这么16年来，一直都是回家里的次数，基本都是每年回去1次或者2次。其实这10几年加起来，可能也没有连50次都不超过。父母都退休了是吧？对。又不能长期陪伴在他们身边，他们现在对儿子我唯一的要求，我也不能满足他。其实有的想想，我也挺惭愧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生活的选择。你选择了这个，你就得去承受、去面对。所以，而且做演员真是哈，你往往什么事情没有的时候，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的，就是无中生有的一种新闻。父母看完了以后，他们会有些担心，会打电话吗？外边又传你怎么地了？有，他们有的会问我，有的不会问我，因为他怕问了，我觉得，我会很难过啊。有的一些无关痛痒的他会问问我，但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就知道父母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你。我爸这个人又不爱说话，他就是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跟我妈在聊天，我爸就一个人低着头也不说话，他就自己在玩手机。其实我爸是一个对手机可以说是很白痴的一个人。有一天我就很奇怪，我说你在看什么呢，爸？然后我爸也不吱声，我就过去看，他在刷我的新闻。后来我就老没事，我就观察我爸回去的时候，他老没事就在那玩手机，我就知道
他在看我的新闻。就是父母他可能有时候不说，但是心里他是一切的寄托在这儿子上，关注着你的。是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到每个做孩子，其实无论做什么职业，其实父母都是牵挂的。对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。但演员这个行业太特殊了，很多人只看到演员光环的那一面，他不知道这光环背后要付出多少，才能发出这个能量的光环。但是很多人不理解，就觉得哎呀，他们又那么漂亮，那么帅，生活那么好，有人照顾着，风光那么好，什么谈恋爱什么，感觉好像演员没事就可以拍个戏啊，谈恋爱啊，拍个戏啊，谈恋爱，来绯闻呢。想造绯闻的时间都没有，而且空间都没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周围老有人跟着。助理呀，什么一堆人。其实你们觉得明星的绯闻那么好吗？不是的，有些绯闻要出来了吧，也是被别人故意炒作出来的。除了自己的家乡以外啊，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城市？我想看他对一个城市文化那个气质啊，跟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像，对吧？反正我要选的话，一定会选靠海边的城市。尼斯，说那个是那个法国的后花园。对，那个对尼斯很漂亮的，对。啊，你喜欢海？我喜欢海。亮身材呗。海边能干嘛呀？没有，我喜欢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，一望无�i的感觉。躺在沙滩上，完了戴个墨镜，完了一看，完了抹上那个什么防晒油也好，往那儿看，完了手里再拿一杯 whisky。这是王凯的最佳休假画面。我知道了。但是您想到的我最佳的休假画面是这样的：喝着咖啡，放着羊，放着牛，放着羊。那个画面可以有，但不见得是真的，真的是。可能以后我老了之后，我可能会这样吧。海边圈个圈呢，养几头羊，貌似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样子哈。要过年了，明年有什么展望吗？明年少拍戏，拍好戏。挺好，多一点时间给自己，挺顺口的哈。少拍戏，拍好戏，多点时间给自己。对，这就是过年的对联了。横批是啥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刚才起来我裤子都湿了。真的是汗吗？虽然我流了一身汗，但是我觉得，妈呀，全湿透了他。少拍戏，拍好戏，多点时间给自己。对。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圆，你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看见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金星时间。要过年了，明年有什么展望吗？明年少拍戏，拍好戏。挺好，多一点时间给自己，挺顺口的哈。少拍戏，拍好戏，多点时间给自己。对，这就是过年的对联了。横批是啥？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。没有，这个是姐姐给你准备个礼物。哎呀，谢谢。这是我选了一下，金玻璃给我们赞助的，但是是按照我的节目给设计的。戴在女人的脖子上可能更好看。对。戴你脖子上有点娘。不是有点娘，是吧？对吧？就是，哎，妈妈戴挺好的。好，还好吧？你跟我聊天不紧张的呀？虽然我流了一身汗，但是我觉得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刚才起来我裤子都湿了。真的是汗吗？真的。真的呀？妈呀，全湿透了它，热的。关注金星秀微博、微信公众号即可赢得哦。现在是金星时间。真的呀？妈呀，全湿透了它，热的。掌声送给王凯。接来讲，我觉得我更期待你36岁的那一期，那个是更好看的。我加油，我努力，对吧？好，掌声送给王凯。最离谱的是一个电视台的导演亲口给我讲的，一个小鲜肉自己给自己发奖的故事。老情人